一对离婚多年的夫妻坐在沙发上斗嘴。当年为了一个妖精和我离婚，现在妖精却带着孩子跑国外留学。一个人很造孽吧？你不也一个人吗？没人要吧？谁说我没人要呢？老娘只是不想结婚，好吧？有人要就赶紧嫁了吧，不然人老珠黄了都。哼！你说谁人老珠黄呢？你看看老娘这水润的皮肤，多有弹性，还有老娘的胸大肌，多挺，肚子上也一点赘肉都没有。18岁小姑娘都没老娘性感火辣吧？我吧。 안 왔어? 아. 儿子一脸懵逼，你俩都离婚10年了，咋还能玩这个？都说家花没有野花香，你怎么还反着来？老朴试图狡辩，男人嘛，喝了点小酒，加上你妈故意露出小蛮腰，这才一下没把持住。等你长大后就会懂了。儿子之所以如此生气，是因为他刚被女友甩了。 헤어지자. 뭐라고? 나 임신했어. 儿子听后人都麻了，拉拉小手也会怀孕吗？ 얘 아니야. 生无可恋的他本想用华子麻痹自己，奈何经验不够，刚开始就打算结束。这时邻居小姐姐不仅没批评他，还耐心的给予指导。대박. 그치. 그래야 몸에 안 좋아. 빨리 먹고. 此时父亲一脸郁闷，玩游戏被儿子看到，以后该怎么面对他？老朴是一名大学教授，10年时间，他已经和现任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他们都在外地，1年也见不到几面，所以老朴时常会去前妻家看看儿子，顺带交下抚养费什么的。而这次玩游戏纯属意外，为了养活这几张嘴，仅靠工资肯定不够，于是老朴找到好友求路子。老王是一名出版社主编，他建议老朴可以尝试写作，一旦出版就能得到一大笔稿费，并保证会帮他解决后顾之忧。实际上，前妻也是有新男友的，老朴还认识，正是他的老朋友老王。就是因为这层关系，两人一直没敢声张，只能偷偷搞地下情。这天，另一个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个学生，让他多多关照一下。老朴表示明白，因为这个老同学是个弯的，他以为这个学生和他是那个关系。不过明白归明白，老朴很反感那种关系。当初他还批评过老同学，要不然老同学也不放心把学生交给他。但是他放心错人了呀，老朴是直的，但学生小刘不是啊。他不知道，小刘就是奔老朴来的。你能不能不要坐我对面？我吃不下饭。小刘有些委屈，起身端起饭盘子，然后阿喜，刚才我都有那么1秒想可怜你了，你竟然晃我一下子。小刘写了本短篇小说，让老朴帮忙评鉴一下，那内容全是满满激情。老朴自然看不上这个，随手把小说扔到了地上。不料老王还以为是他的新作，便带了回去欣赏。结果这一欣赏，可以，很大胆啊，便致电老朴，让他扩写成长篇小说，肯定能震惊整个文坛。能不能震惊文坛我不知道，但我估计会让很多人失去菊花。这边前妻为了缓解一下尴尬，便决定甩开儿子出去旅游一段时间。当然不是他一个人，还有老王。小朴没了人管，也彻底放飞自我。女邻居是个作风比较开放的人，好像全城的帅哥他都认识一样。잠깐만. 오빠! 야야! 같이 가야지, 새끼야. 쟤는 여기서 만난다, 어? 되게 반가운 친구인가 봐요. 나랑 처음 봤던 너. 女邻居很喜欢玩网吧、K 歌，还带着小朴一起，这是要把小朴的3观往小路上拐的节奏啊！有了邻居姐姐的陪伴，小朴也渐渐从上一段感情走了出来，有事没事就去邻居姐姐家玩。儿子玩得开心，老朴却陷入了危机，因为最近文坛有个新秀大火，还开启了讲座，不仅邀请老朴听他演讲，还当场点了他的名，说自己是他的粉丝，这就让老朴很尴尬，被后辈超越就算了，还当众编他的诗，必须把地位和面子找回来。上哪儿找呢？当然是小刘家了。他决定羊入虎口，虎口拔牙，听取老王的意见，找小刘合作，把小刘的激情短篇小说扩写成长篇。怎么说呢？就现在韩国当代年轻人的发展走向来看，这书估计真的能火。经得小刘同意后，老朴直接提着行李搬到了小刘家。不过咱们可说好，只交流学术问题，不掺杂个人激情哦。都同吃同住同睡了，怎么可能不掺杂激情？ 그냥 좀 지겨요? 자유지 그럼. 그래도 첫날 밤인데 술 한잔 안 해요? 무슨 첫날 밤? 야, 그리고 너랑 술 안 마셔. 그렇구나. 기분이 묘하네.
뛰자。朋友老王这边也没好哪儿去，虽说是和前妻出来旅游吧，但前妻一天提800回老朴，不是关心老朴为啥会突然笔锋突变，是不是找男朋友了，就是一直抱怨老朴为啥手机关机，想问问儿子学习咋样都问不到，这尼玛谁受得了？儿子学习好不好不知道，但心情肯定很好，天天和邻居姐姐厮混，宛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不过儿子并没有越线，毕竟他是一个憋得住的男孩，不然前女友也不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。老朴和小刘也相处得还不错，同吃同住，有共同话题。我开车载你，你帮我刮胡须，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滚到一张床上。我尼玛，这是要往弯路上拐的节奏啊！老王和前妻这里就不行了，一个老提前夫，一个老甩着个脸，你整天摆着个臭脸给谁看呢？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要挑剔，还怪我了？你老是3句话不理老朴，这么舍不得，当初你和他离婚干啥？吵着吵着，前面突然出现一头鹿，幸好老王车技好，刹住了，但是后面的没刹住。前妻下车就要打滴滴，你要丢下我吗？不然呢？保险公司待会儿来，会记录同车人的信息，你不知道吗？保险公司经理是老朴朋友，你想我俩的地下情曝光吗？阿喜，又是老朴，你特么都和他离婚10年了好吗？那你倒是公布出去啊，说你和老朴的前妻好上了，看看出版社的同事们怎么指点你。这口气老王只能憋着，他确实还没勇气公布出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俩光明磊落的自由恋爱，公布了又咋样？活该你当王八。这边老朴的写作也快接近尾声了，回家拿点东西，结果老婆竟然回来了。小刘这边也被老朴那个弯的朋友找上了门，我特么把你介绍给老朴是学习的，你咋还不回家了呢？老朴和我们不一样，人家是个直的，别误会老师，我和老朴只是合作写书而已，我也是个作家，我也会写啊。不，你写的太烂。老王和前妻也还在因为上次的事情闹矛盾，给老王都拉黑了。儿子这些天玩的倒是挺开心的，不过后遗症也来了。儿子趁着母亲外出旅游，逃课和邻居姐姐厮混，不料母亲竟然提前回来了。听老师说你初中割掉的阑尾又发炎了是吧？这不孝的儿子自己是教育不了了，只能呼叫老朴来一起混合双打。前妻呼叫，现妻当然不爽，便也跟过来了。前妻打开音响，不想让外面那位听到他们教育儿子。老实交代，这些天上哪儿鬼混去了？都高3了，就不能再忍耐一下吗？那你们怎么不忍耐一下？都离婚10年了，还做那羞耻之事！我操！把音乐开大一点，老子今天要打死他！儿子一惊一乍的逃出卧室，出来发现老王竟然也来了，正好众爱卿都在，那我就开始爆料喽。老爸你不知道吧？我妈这几天说出差，其实是和王叔叔旅行去了。还有后妈，你不知道我爸和我妈又旧情复燃了吧？两人紧忙堵儿子的嘴，但为时已晚，儿子觉得好羞耻，直接逃离了这个肮脏的家庭，家里也因为他彻底乱成了一锅粥。家里乱成那样，小朴却毫无负担，他还大方地住到了邻居姐姐家里。半夜，他听到邻居姐姐似乎在哭，还说什么自己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，还越陷越深了。巴拉巴拉，小朴欣喜若狂，原来自己不是单相思，邻居姐姐也喜欢自己。可他不知道，人家是一个小演员，只是在练习台词而已。从那天起，儿子看邻居姐姐的眼神都变了，还借着在 KTV 唱歌，向人家表起了白。出来后还想搂人家，整的邻居姐姐就很尴尬，只能不停地躲避他。不知道过了多少天，老朴和老王出院了，两人喝了点酒，便把话也说开了。老王说其实当初是他先喜欢上前妻的，只不过让你捷足先登了。老朴让他放心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两人说开了，老王又和前妻和好如初。可老朴现妻这儿可没有，直接收拾好东西又跑美国去了。前妻一走，老朴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，只是上课点名时发现小刘竟然没来，一打听才知道小刘父亲去世了。老朴来到葬礼，和小刘谈心才知道，当年他走上弯路，父亲很不理解，便送了一本书给他，那本书就是老朴写的。结果书并没有把小刘掰直，反而让他稀罕上了老朴。幸亏老朴像钢筋一样直，没有被他掰弯。小说写完，老朴并没贪墨小刘的功劳，还把他介绍给了老王，成为了出版社的签约作家。儿子这边见多次暗示邻居姐姐没有反应，便直接开大表起了白。多浪漫的画面，要是邻居姐姐的老公没出现就好了。小朴不知道邻居姐姐竟然结婚了，一时间场面又陷入了混乱。然后老朴就来到了橘子岭人。小朴人不大，本事不小，给人家老公都打入急症室了。
不枉小朴付出这么些天的感情。邻居姐姐并没有追究责任，还说不是小朴的错，都怪姐过分迷人，让老朴不要责罚小朴。邻居姐姐离开后，小朴冒雨追了出去。你是喜欢我的对吗？那晚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那是在练习台词啊。不，你说谎，就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，毛长齐了吗？我至于骗你？清醒点吧你。说完就跑进了巷子里。小朴正开老爸追上去，找了好久，终于在一个小过道里看到了他的衣角。邻居姐姐似有所感，又往里靠了靠，小小的动作，伤害却那么大。最终小朴认清现实，跟着老爸回了家。想必他这次的经历一定可以成为他爸的精彩小说题材。不久后，老朴和小刘合作的小说终于出版。不出所料，新颖的题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但这却让内毒湾的老同学产生了嫉妒之心，便向媒体举报，说老朴和小刘之间存在着不正当关系。此瓜一出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老王让老朴开个记者会，把一切问题推到小刘身上，不然新书绝对会铺盖，他们也将面临赔偿大额违约金。但老朴不愿意，这不就给人家一个黄花小伙子毁了吗？不就是违约金吗？我卖房卖血都赔。不料刚准备出门，就听见电视里的小刘自作主张，独自站出来拦下了所有责任，证明了老朴清白。随着小刘的回应播出，再加上最近的舆论发酵，两人的小说彻底大卖，老朴也终于再次笑傲文坛，碾压后辈，扬眉吐气。发布会上，老朴也没埋没掉小刘，还夸赞小刘说是个比自己更优秀的作家。虽然我们观念并不相同，但不同的颜色融合后，原本的颜色并没有消失。话还没说完，下面突然欢呼一片，原来上次邀请老朴听讲座的那个后辈获得了更高的奖项，又把他踩了下去。很久之后，老朴去外国采风找灵感，竟然好巧的遇见了小刘。老朴从包里拿出他们的作品扔给他。고맙다. 사랑해요. 뭐 임마? 这边小朴在大街上看到了邻居姐姐拍的电视，我擦，他真没骗我呀！老王也终于正式向前妻求婚，并又安排了一场旅行，不知道这回前妻还会不会再提老朴。